志远，你怎么了？胳膊怎么了？胳膊动不了了。我没有想到这场意外，居然改变了一切。其实我跟他相处的这2年，我们也不像正常情侣那样，我们也就是牵牵手，拥抱一下，甚至连接吻都很少。所以我有预感，我们不会坚持太久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他回了中国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很快又回到了美国，并且很决然的要跟我分手。几天前，我在邮递辞职了。你辞职了？那你怎么都没跟我商量啊？人家是为了你才进的欧弟。我有别的打算，我打算回国创业。你要回中国？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我朋友和家人都在这边，我总不能跟你回中国吧？你想过这些吗？还是说，你根本没有打算让我跟你回中国？我从来就不在你未来的计划里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未来，而不是在谁的计划里。给了。我为什么突然要分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以为他爱上别的女人了，所以我就赌气答应了跟他分手。可是我后悔了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的手机已经换号码了，所以我们就失联了1年多。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知道他在寻找创业伙伴，我就顺着消息找到他，想加入他的团队。我没有想到他会答应，可是他对我的态度，就好像我们之间那段感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他这么渣呀？后来乔宇也加入了，我们3个一起创建了 DH。其实我在他身边的时候，有很仔细的观察过，可是我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暧昧的对象。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都变了，又说不清楚是哪里变了。他对于所有事情都变得很冷漠，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工作里。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为了引起他的注意，我甚至陪他加班。我还很讨厌乔宇，因为我幼稚的觉得乔宇来了，让我在他心里连能力很强的这个地位都不保了。所以你还说我是迷恋，你不也一样吗？我一直觉得陈志远对你有意思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别想多了。你一定要相信我的第六感，我很了解他的。陈志远这个人对所有人都很好，只有对你，在你的事情上，他的情绪总是表现得很特殊。他跟你说过他有个妹妹吗？他有个妹妹。对啊，他跟我说过，我跟他妹妹感觉很像，所以我觉得他对我好，可能是因为出自于这种情愫吧。你不觉得这个听起来特别像大叔欺骗小女孩的一种套路？其实跟你说了这么多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
感情就要当机立断。如果你决定不分手，那不管有多少的误会，不管有多少的阻碍，你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。但是如果你一旦决定分手，你就要快刀斩乱麻，不要像我一样拖拖拉拉，这样你才有空间去追求你自己的幸福。你喝了一宿啊？不是，你换个姿势也行啊。你告诉我这什么酒啊？这怎么喝不醉啊？这不含酒精。不是，你不能喝了！别，一宿了，大哥再喝糖尿病了。你可真行。我本来觉着吧，失恋了，留着胡子喝顿酒特酷。现在看你这样，一点儿都不酷。我告诉你，咱俩从小就认识，你一直都是意气风发的样子，什么时候像现在这样过？你让一个女人折磨成这样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行就在一起，不行就拉倒。大男人就得坦荡一点。照片的事儿，你要是真是特别在意，你就直接去问他去，总比你在这自我折磨好吧？啊？我告诉你，沈侯，这次你别说我不站在你这边啊，你要还是现在这个样子，严小晨有一天要是不小心真的被谁抢走了，你可别后悔。你回来了，你没吃饭吧？我给你弄吃的去。香香，对不起，我想通了。本来我是想，等我有能力的时候，我再风风光光的娶你。可是比起未知的将来，我发现我更怕你提前被别人抢走。傻瓜，有没人和你抢？不哭，哭了就不漂亮了。香香，我们结婚吧。